Hello， 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来讲商标了。那商标是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重要标志，所以当新的公司或者是新的产品有一个很炫很亮的商标名，马上就可以达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哦。那要想出一个亮眼的公司名字或者是产品名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有些朋友会想说，是不是可以申请注册公众人物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商标使用？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，究竟使用公众人物的名字来当自己的商标是 good idea 还是 bad move？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Steve Jobs 这家意大利服饰品牌？相信大家一听到 Steve Jobs 都会想到的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。那这家服饰公司呢，其实跟苹果电脑公司或是创办人 Steve Jobs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哦。这家服饰公司创办人是意大利两兄弟，原本是在帮别人代工生产服饰与其他配件。在想要创自己品牌的时候，发现虽然 Apple 拥有超过100个商标，但是 Steve Jobs 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注册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在2012年7月，在欧盟智慧财产局申请注册画面上这个 Steve Jobs 的商标。那仔细看这个 logo， 在大写的字母 J 上方有一片叶子，那在身体这个部分呢，还缺了一个半圆形状。因为这个 J 看起来跟苹果公司被咬一口的苹果商标设计呢是很类似的，所以苹果公司就向欧盟制裁局提出异议。苹果公司声称这个 logo 会让消费者呢混淆商品的来源，会认为这家公司呢与苹果公司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这样。可是欧盟制裁局认为 J 是字母，不是食物，一般人是不会联想到字母 J 那个缺口呢是像被苹果被咬一口那样子。因此消费者呢不会看到这个服饰公司的商标联想到苹果公司的。所以呢，在2014年服饰公司申请的这个商标就正式成功了。据说这个服饰公司用 Steve Jobs 品牌推出牛仔裤、T 恤、手袋这种配件，也有打算呢要做电子产品。虽然苹果公司没有能成功的阻止这家服饰公司注册这个商标哦，但这家公司是不是可以平平顺顺的使用这个 Steve Jobs 的名字还有商标呢？首先，就算苹果公司异议失败，不代表苹果公司之后不会在法院提出诉讼。再来 Steve Jobs 的继承人是可以根据 Right of Publicity 所谓的公开权对服饰公司提出诉讼的。那在世界多国都有这个所谓的公开权保护。另外，因为 Steve Jobs 是属于公众人物，他的继承人也可能根据商标法主张不实代言，避免消费者误认这服饰公司与 Steve Jobs 有任何关联。所以啦，就算成功注册了这个 logo， 这家服饰公司是不是真的能借着 Steve Jobs 还有苹果公司的名气，成功的在服装业打出天下，这就不知道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看来想要使用公众人物的名字来当自己的产品名或公司名，要担心的不仅仅是只有商标法的问题，上面提到的公开权也是要注意的。所以是不是自己花点时间想一个酷一点的商标才是更好的选择呢？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